大家好，这里是野趣三川，又是好久不见。这期视频先为大家带来一个浓缩的苔藓小庭院。我在 Midjourney 生成了一些图片，描述在一间文雅的小书房中，可以看到门外绿荫下的小院。小院中有石径、高大的古树和小灌木。这是其中我比较喜欢的一张。大树的皮表苍老，盘根交错，它所庇护之处石头上覆盖着绵密的青苔。为了塑造这棵树干，找到称心如意的材料是件不容易的事情。上一期视频中用到的盆景枯木，就有很多同学抱怨太难找了。这次我演示一下如何用普通的树枝粘合出你想要的样子。在20厘米见方的小空间内，用大缸造景常用的工具材料不太容易操作。小容量的管装玻璃胶，在微小空间里操作起来就非常的方便。用这种直线布作为附生机制，同样是节省空间的好办法。它的抓毛可提供植物根系依附，同时具有较好的储水能力。但它本身不能提供营养，后续还要根据植物品种持续供给一些液态的肥料。这里预制一个管道，未来可以通过这里把多余的积水用吸管吸出来。这种混合粘土在上一期视频中有介绍制作配比，可以一步观看。
审视这个画面，觉得尺寸相同的砖头排列成片，人工痕迹过重，缺少了随意之趣，所以又替换成了不规则的溪流小石头。这棵是云竹，文竹的孪生兄弟。辣椒蓉很适合高湿闷养，但基质要通透，根部贴合基质即可，非常容易成活。这里用了大量的糖冰藓，这是 UP 主唐雨木林特别培育的曲柄藓。这种苔藓非常细小，喜光照，相对耐干，用在微景里观赏性极佳。小唐个人培育了1年多，非常珍贵。立面的直线布上，我开始用的是短绒藓，快捷省事儿，一贴即可。但是后期觉得它的形态凌乱了一些，换成了黄叶小凤尾藓和羊角藓。这个微景里的植物构成比较复杂，有几样是不耐闷的，比如云竹、曲柄藓和金发藓。在上一期的台灯景观发布在油管以后，有位台湾朋友看见了，非常激动，留言说瓶塞开槽通风的想法和他们的照明产品不约而同。后来寄了一个产品让我用用看，我到手用了一下，还是比较吃惊的。微型风扇是无级调速的，盖子的风道可以帮助瓶内产生空气流动，还有智能模组提供定时循环设定，对于在北方只能闷养的玩家来说非常贴心。光照方面，它有红蓝光、全光谱、紫外线3种照明，可以分控调光，与智能通风的功能组合起来，意义上呢，就是让小瓶子里的植物品类有更多的可能性。所以这回这个微景的植物选品上，我有了更多的选择性。但这个智能灯目前还没有在大陆销售，也不太清楚具体的规划，以后若有进展，我再告诉大家。最后在拍摄视频的时候，我临时补了一个10瓦的色温偏暖的射灯，来模拟阳光洒满庭院的光线效果。在景观的用光里，一般有些窍门。离你近的地方的光线色温偏冷，你要表现景观的远端要用偏暖的光照，近处是树荫下，远处是高山上和没有森林遮挡的地方。蓝色光谱的光波，它的穿透力比较强，它可以穿透一些比较薄的遮挡物，所以我们在树荫下，光线的色温偏冷。那么远方的山头上，在太阳能够直射、没有遮挡物的地方呢，红光它会到达的比较多，它看起来色温就偏暖。红光的穿透力是比较差的，所以在阴影里面我们几乎看不到红光或者很微弱的红光。所以在用光的时候，我们在景观的远端用偏暖的色温，可以让它看起来更加的高远。在近处表现这些阴暗处，我们用偏蓝一点的灯光，会让它看起来离你更近。
我购买了一些黑胡桃木条，一张宣纸，做了2扇门窗。透过漏窗，可隐约看到窗外的景色，享受框景般的通透感。我想营造那种似通还隔、若隐若现的感觉。一间文雅的书房和一方悠然恬淡的小院，是古代文人生平最上心的2件事。一盏茶，一卷书，一方会议，净度简单的春秋。明代胡应明《菜根谭》有言：得去不在多，盆池全时间，烟霞俱足。感受大自然之情趣，并非一定需要目睹众多奇花异草，只见小小盆池和几块嶙峋的质石，犹如在山谷中，令人赏心悦目。会心不在远，蓬窗竹屋下，风月自奢。领悟大自然之情感，也并非一定需要跋山涉水去寻求，只在草窗竹檐下静坐，让清风拂面，赏明月照人，便足以感受到无比惬意的清爽自在。吾以会心赴此景，一隅便是心安处。得一段清趣，可观物洗尘，焉居养气，可抒情畅志。小小微景，亦是心之道场。